这才是最硬核的二战电影。4连重机枪火力全开，倾泻而出的子弹疯狂收割德军生命。下一秒，苏军一拥而上，将德军增援全部干掉。此时城区已经被德军攻陷，仅剩不多的苏联红军开始做最后的反击。1941年6月22日，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，集结190个师、550多万兵力，配合3700辆坦克、4900架飞机、47000门大炮以及193艘军舰全面入侵苏联。由于苏联高层的判断失误以及各种复杂的内部原因，导致德军在开战的头3个星期势如破竹地攻入苏联境内，朝着第聂伯河推进。苏联指挥官损失惨重，瓦西里临危受命负责守卫莫吉廖夫市。当他到达前线时，这里已经满目疮痍。T-34和 KV-1坦克仅有700余辆，剩下的上万辆坦克都是性能落后的保时坦克。瓦西里知道，依靠现有的装备根本不能阻止敌人，这完全是一场用血肉之躯硬抗钢铁巨兽的血腥之战。可是为了抵御德军的进攻，他们不得不号召16000名平民抓紧构筑防御阵地。此外，苏军的指挥性非常混乱，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。这个间谍竟然在苏军眼皮底下招摇过市。随后，轰炸机根据间谍发射的信号对指挥部进行了轰炸。瓦西里赶紧躲进了暗堡，他迅速做出部署，改变指挥部所在的位置。在德军的先头部队到来之前，构筑的战壕必须完成。而瓦西里部队的任务就是阻击德军的先头部队，在战斗中不断消耗德军力量，为后方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因为武器落后，他们自己想到了对付德军坦克的方法，用自制的燃烧瓶来摧毁坦克。当年的坦克有一个共同弱点，就是发动机引擎位于坦克后方，后方有一个巨大的散热窗，燃烧瓶砸在坦克的后盖上，内部的汽油会在瓶子破裂后四处流淌，有机会把引擎的油缸给烧起来。如果投掷准确的话，燃烧瓶不仅可以让坦克烧起来，甚至可以让坦克爆炸。1941年7月10日，苏军侦察兵发现第聂伯河南部第18师与53师之间出现了防御漏洞，其中一路已经渡过了第聂伯。瓦西里立即安排下属部队前往阻击，尽可能的多消灭敌人。德军第23步兵以2个团的兵力从南面向着莫吉廖夫发起攻击，大片装甲被坦克碾压，很快第1道防线就被德军攻破。第2道防线肯定也坚持不了多久，一旦自己的防线被德军突破，整个第聂伯防线危在旦夕。瓦西里是否能守住防线？此时一个小女孩在反坦克沟中躲了许久，第2道防线暂时挡住了德军的攻击，但是瓦西里知道莫吉廖夫失守只是时间问题。疲惫的士兵喝着酒就着面包，他们不知道是否还能看到明天的日出。1941年6月22日，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，全面入侵苏联。德国南方面集团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消灭苏联西方面军近50余万人。德军先遣装甲师一路猛推，率先突破第聂伯河。双方在位于第聂伯河畔的莫吉廖夫展开激战。一旦莫吉廖夫失守，德军将直插苏军腹地。虽然第聂伯河沿岸苏军投入兵力60余万，每5到6公里就有一个是驻军防守，但德军的装甲部队一路猛推，眼看苏军的第2道防线岌岌可危。在苏军战士的顽强抵抗下，德军装甲师暂时撤退。7月12日晚，德军趁着夜色向苏军防线发起进攻，很快第2道防线也被攻破。第2天，德军直奔第3道防线。瓦西里得知消息之后，他亲自带领士兵上了前线，战斗持续了14个小时。瓦西里不幸被德军炮弹击中，受了点伤。德军先遣装甲以为苏军援军到了，他们被迫丢下39辆残骸，选择撤退。虽然第3道防线守住了，但苏军损失惨重。德军在第3天再次发动进攻，可是激战进行了10个小时后，再一次重蹈覆辙。瓦西里试图请求上级将士兵从城内撤退，并保存实力，显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。7月14日，德军第3装甲师改变了进攻方向，并成功突破莫吉廖夫南部的防御。德军在第3装甲师的带动下，对莫吉廖夫发动全面进攻。然而第1天的战斗并不理想，苏军拼死保卫着这座城市。德军在莫吉廖夫火车站与苏军发生激烈的战斗，有许多苏军士兵不战而逃，抓到的士兵被执行枪决。然而当瓦西里得知消息之后，他阻止了这种行为。所有的军队都被德军包围，每一个士兵和弹药都无比珍贵，所以他命令执行枪决的人暂缓执行。这时一名德军军官俘虏被带到瓦西里的面前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双方都在劝着投降。德国军官还以个人名义承诺，如果瓦西里率部下投降，将受到人道主义待遇。德军花1年的时间就掌控整个欧洲，所以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，因为希特勒会在入冬前前往莫斯科举行欢庆。此时瓦西里并未枪毙这名德军军官，而是把他身上挂满的德军勋章丢在路边，同时将喝醉的他送出城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划过数枚炮弹，预示着德军更猛烈的攻击已经开始了。德军向莫吉廖夫市砸来无情的炮弹，苏联的外围防线也全部被攻破。因为情报失误，苏军高层错误判断了战场的局势，以为德军的进攻已经全面受阻，于是下令苏军全线反击。可是装备严重不足，后勤补给也跟不上，直接导致苏军西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。如果不能守住第聂伯河，
德军的装甲部队将会一路猛推，直插苏军腹地。苏军利用各种地形与德军展开最后的搏杀，即便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，也要让德军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但实际情况难以扭转战局，莫吉廖夫已经被德军包围成一座孤城。这时，一个苏联士兵拿起加强版的加特，对着德军就是疯狂输出。他们拼尽最后一颗子弹，也要让德军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但德军第15步兵师和第23步兵师已经深入到莫吉廖夫市郊的居民区点，苏联人利用各种地形优势与敌军展开最后的殊死决斗，就算用铁锹也要敲下一个人头。但是莫吉廖夫的败局已无法扭转，苏联的指挥部很快被德军包围，指挥官下了最后一道命令，让所有人放弃坚守，开始突围。他让自己的参谋带着机密文件乘坐飞机撤退，而他自己准备留下来和战士们一起战斗。战士们依托房屋层层阻击敌人，指挥官和自己的爱人没有拥抱也没有吻别，只是平静的四目相对，然后和所有士兵一样高喊着乌拉冲下楼去。持续了1个月的莫吉廖夫保卫战，尽管没有取得胜利，但正是他们的顽强抵抗牵制了大量德军，为后方部队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。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，1941年整个第聂伯河战役大约有60万苏军战士阵亡，整个西南方面军43个师几乎被歼灭，成为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。这部影片中没有夸张的个人英雄主义，没有起伏转折和一惊一乍的紧张情节，几乎是白描手法，冷静地展示了战争的残酷，让我们感受到个人在战争中的渺小。